楚将军身披战卯护我大言，我等读书人以此立意。苏长青，你今夜若做不出应景的诗，便是不尊军功，不配坐在这水镜湖畔。边疆风骨，拿笔墨来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战使龙城飞将在。文气功名，这怎么可能？不教胡马渡阴山。千古绝句，这是能流传万世的冰品神作啊！安乐伯，老朽活了70载，今日方知何为真正的文圣，请受老朽一拜。拜见小文圣。长生，你大病初愈，别往前挤了，小心被楚家军的杀气冲撞了身子。横竖都是死，赌一把。何人敢惊扰将军？拿下！苏公子，找死也不是这个找法。楚将军，微臣心悦你久矣，今日当着京城百姓的面，臣斗胆请将军下驾，与臣共结连理。少爷疯了！少爷绝对是疯了！是苏长青吃错药了吧？竟然跟女战神求婚！完了，苏家准备吃席吧？这小子今天必死无疑。苏长兴，你可知戏弄本将的代价？检测到宿主完成任务，震惊全场，效果拉满。任务奖励神武心经隐匿神技已发放。拿下！慢着，让他过来。本将看他还能耍什么花样。楚将军，3日前的断魂谷之战，你楚家军3000先锋全军覆没，你真以为是意外吗？说，你从哪儿知道的？出卖楚家军行军路线和换防图的人，不是外敌，而是朝中的内奸兵部侍郎联合了大皇子。将军若是不信，今晚查一查户部送往你军中的那批粮草，里面夹着大皇子府的密信。想给那3000兄弟报仇，就别杀我。苏公子盛情，本将心领了。既然苏公子如此有诚意，那便不必等择日了。来人，把苏长青带回将军府，本贵要亲自与他商讨大婚事宜。多谢娘子成全，那为夫就叨扰了。进了将军军府，你要是说不清楚，本将剥了你的皮。放心，软饭要硬吃，戏要演足，为夫绝不让娘子失望。哼。娘子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你拿把剑是准备切西瓜，还是准备给为夫助兴？苏长青，这里没有外人，别给本将装疯卖傻。白天在朱雀大街上，你说的每一个字，本将都派人查了。断魂谷之战的绝密，还有大皇子和兵部侍郎的勾结，你一个天天只知道勾栏听曲的败家纨绔，是从哪儿得到的风声？检测到致命威胁，震惊作死系统任务触发。任务要求在楚玄机的逼问下保持闭格，并彻底说服他建立同盟。任务奖励9品武者真气灌顶，神医旺气术升级。娘子，何必这么暴躁？我要是真想害你，白天直接把大皇子的秘密满大街嚷嚷，你觉得你现在还能安稳地站在这里吗？本将的耐性有限，说你背后到底是谁？老皇帝还是二皇子？我背后没人，只有我这颗装满了智慧的大脑。实不相瞒，以前我那副纨绔样都是装的。京城这地方水太深，我要是不表现得像个废物，早就被那帮老家伙给玩死了。这就叫大智若愚，懂吧？大智若愚？你大冷天把夫子推进池塘，这也是大智若愚？那是因为那老夫子讲课太催眠，我帮他物理清醒一下。楚将军，我们开门见山吧。
楚家军30万兵马镇守边疆，威震天下。可自古以来，功高震主者能有几个好下场？如今陛下身体每况愈下，几位皇子夺嫡之势愈演愈烈。大皇子急着立威，所以他盯上了楚家军。断魂谷那3000兄弟只是个开始。如果我不出面搅局，下一步兵部就会以延误战机的罪名削你的兵权。所以你当街向我求婚，到底图什么？图你名声大，图你府里的软饭硬啊！苏家只是个小小的侍郎府，在这场夺嫡大战里，随便刮起一阵风就能把我苏家吹得粉碎。我必须找一把全天下最硬的保护伞。你缺一个能帮你遮挡朝堂明枪暗箭的军师，我缺一个能保我全家平安的女武神。这叫强强联合，各取所需。你想跟我合作，凭什么？就凭你这张能说会道的嘴？就凭这个？这是什么？加强版诸葛连弩改装图。只要按我这个方法改装，弩箭的射程能提升5成，射速提高1倍。楚家军要是装备上这玩意儿，下一次在山谷遭遇伏击，2轮齐射就能把敌人射成刺猬。你竟然还懂军械！恭喜宿主展现惊人逼格，楚仙娇陷入极度震惊，任务完成，奖励已发放。好，苏长生，本将向姑且一信一词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这将军府的姑爷。对外，你继续当你的败家子麻痹朝廷；对内，你帮本将彻查朝中内奸。若是让本将发现你有一丝异心，明白，军法处置嘛。不过娘子，既然是盟友，那今晚这床，你睡地上。得嘞，将军府的砖炕阵，我喜欢。站住！前方乃将军府藏兵阁，闲杂人等不得入。什么闲杂人等？睁大你们的卡斯兰大眼睛看清楚，本少爷现在是你们将军明媒正娶的，不对，是持证上岗的合法夫君。你们将军的软饭我都吃上了，进个藏兵阁怎么了？姑爷请进，但若损坏了里面的神兵秘籍，末账等只能公事公办。哼，放心，本少爷连个扫帚都挥不明白，能损坏什么？检测到宿主进入特殊签到地点，触发主线任务，找出楚家祖传功法的漏，并暗中修改，震惊或折服楚玄一。任务奖励8品断骨镜修为，天眼洞察术。这都什么玩意儿？铁牛离地功，这名字一听就适合去生产罪报道。断言13斩，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练完估计得先去骨科挂个专家号。我去，这哪是修仙神功，这分明是慢性自杀指南啊！难怪白天看楚玄幽的时候，总觉得他眉宇间隐隐有一丝暴绿的红气，唇色内里也透着一丝虚火，原来是这本破书害的。这里少阳经往回拉3寸，改走涌泉穴，把多余的燥热真气排出去。还有这里什么气吞万里如虎，太粗暴了，改成润物细无声，真气持久才行。秒伤再高，续航不行也是个银样溜木枪头。苏长青，你在干什么？娘子，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呢？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啊！为夫这脆弱的小心脏要是停跳了，你可就守寡了。你敢涂改我楚家功法？我这不是涂改，我这是在救你的命，顺便给你们楚家功法做个系统升级。大言不惭！此功法乃我楚家先祖跟随太祖皇帝开国时所创，传了300年，威震8方。你一个毫无修为的纨绔，懂什么功法？300年都没死人，那是你们楚家人命硬。楚将军，你敢不敢摸着自己的良心说，你每到15月圆之夜，是不是小腹如烈火灼烧，子时3更准时剧痛？且最近半年，你运功时经常感觉气血逆流，右臂发麻。你怎么知道？都说了，为夫大智若愚，略懂一些医理和看相。你自己按照我用红圈标注的那条路线运功试试，保准你药到病除。要是没效果，今晚你把我挂在演武场的旗杆上吹风，我绝无怨言。你若敢骗我，你来送上旗你的机会都没有。宿主彻底折服楚时机，极度震惊效果达成，8品断骨镜真气灌顶开始。苏长青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大燕国第一纨绔！
全天下的文武百官，怕是都被你骗了。哎，低调低调。现在知道为父的厉害了吧？既然神功大成，娘子，咱们是不是该商量一下，今天中午让厨房给为父加个鸡腿？天天吃软饭，也得讲究个营养均衡，不是？回门礼已经备好了，今天陪你回苏府。要是让你爹觉得本将在将军府虐待了你，苏侍郎怕是又要去蔡庙哭诉了。哪能啊！娘子天天让我睡最硬的地板，练最毒的功法，为父感激涕零还来不及呢。坐稳了，驾！哟，苏长青这废物真的回来了！听说他在朱雀大街上不要脸的碰瓷楚战神，居然还真让他混进了将军府，真是把我们这些京城世家的脸都丢尽了。少爷，少爷，你可算回来了！福伯，别急，我这不是回来吃席了吗？娘子，你看这兵部尚书家就是讲究，咱们刚回门，他们就送了这么大一笔黄金万两来堵门，怪热情的。苏长青，少在这装疯卖傻！你不过是个靠着无赖手段进将军府吃软饭的入赘之辈。今日我奉大皇子之命，特来带你家大人教教你什么叫规矩。来人，把这几车东西送进苏府，给苏大人贺喜。系统提示：检测到敌对势力王冲故意刁难，触发主线剧情任务立威。任务要求利用将军府迁兵进行暴力反击，并敲诈王冲1万两白银。任务奖励9品神功凌波微步，白银10万两。王二公子，你刚才说你是奉了大皇子的命来替我教训规矩？哼，算你识相。在这京城，大皇子的话就是规矩。你一个废物！各位，兵部尚书府造反了！大皇子要谋杀朝廷命官之子啦！苏长青，你血口喷人，本少爷根本没动手。少爷，娘子，他打我，他不仅打我，他还在侮辱你。他说你明媒正娶的夫君是个靠无赖上位的废物，这不就是在说你楚战神没眼光好欺负吗？这能忍？玄甲卫，听令！王空聚众滋事，侮辱本将夫君，疑似密谋刺杀，大言律规，形同造反，打断双腿，丢去大理寺，如有反抗，就地格杀。楚学熙，你敢动我？我爹是兵部尚书，我是大皇子的人。啊！我的腿，我的腿啊！王二公子，刚才不是挺狂吗？规矩，今天本少爷就教教你。在这将军府和苏府的地界，本少爷的话就是规矩。王冲，你惊扰了本少爷的回门大典，打伤了我家中仆，还弄脏了我这价值不菲的锦袍。看在大皇子的面子上，我给你个优惠价，1万两薄役作为精神损失费，3日之内送清，否则本少爷天天躺在你们兵部尚书府的大门口吐血。不信咱们就试试。你这是勒索！你这个无耻流氓！抢钱多难听啊，这叫礼数。福伯，拿笔墨来，让王二公子签字画押。恭喜速完美完成反向碰瓷，掌控局势，极度振兴效果达成，任务奖励已发放。扔出去，别挡着本少爷回娘家吃饭。你们几个，从今天起，苏府所有的人情往来、账目开销一律交由福伯管理。谁要是再敢胳膊肘往外拐，王冲就是你们的下场，懂了吗？懂了，少爷饶命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娘子，戏演完了，回门礼也收了1万两，走，跟为父进去见见咱爹。今天高低得让厨房整2个硬菜。苏长青，本将发现你这张比本将的剑还要伤人。低调，娘子，以后咱们合作愉快，软饭长久嘛。长青啊，爹知道你最近大病初愈，性情大变，但你一转头就把兵部尚书的儿子给废了，还说再讹了1万两，你这是把爹往断头台上推呀！大皇子那派能放过我们？爹，瞧您这话说的，什么叫讹？那叫王公子的赞助费。再说了，我现在可是将军府的人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大皇子想动我，得先问问我娘子手里那30万储君答不答应。娘子，你说对吧？苏侍郎放心，兵部若要发难，本将一肩挑之。上旨到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兵部侍郎之子苏长青长子秦欢内敛，朕闻其与楚家军统帅楚袭情投意合，实乃天赐良缘，特赐赐封苏长青为安乐不上黄金1000两，赐婚诏书即刻公告天下，钦此。检测到主线任务触发，在今晚的揭使宴会上，彻底掌控苏楚2家的财政大权，并让企图看笑话的百官集体打脸。任务奖励9品神功太极玄功内力，系统商城积分500点。臣谢主隆恩。安乐伯，陛下说了，这京城第一好福气，您可得坐稳了。今晚接旨宴上，满朝文武可都等着给您道贺呢。公公放心，本伯爷屁股沉，坐得稳稳的。
不说了吗？那苏长青不仅没死，还被封了安乐伯。真是凭着一张脸，吃上了全大燕最硬的软饭。什么安乐伯？我看是软饭王还差不多，靠着女人上位。我等读书人真是不屑于为伍。哟，这不是新晋的安乐伯吗？伯爷真是好手段。不过听闻将军府30万大军，每个军需开销是个天文数字，如今连年征战，国库空虚。苏家不过是侍郎门第，不知伯爷入赘之后，拿什么来帮楚将军操持这偌大的家业？总不能事事都伸手向朝廷要军饷吧？钱公子，听你这意思，你很懂赚钱喽？哼，不才，在下掌管户部几处皇商产业，去年的纯利润翻了3成。3成，大发叫华子呢！娘子，这是我白天连让人整合的苏府产业，以及我为你量身定制的楚家军后勤商贸计划书。从今天起，不管是苏府的商铺，还是将军府在边关的军屯贸易，财政大权全由我一人统筹。你只管带兵打仗，银子的事交给我。这套计划竟然能直接切断户部对军饷的前置，苏长青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这么无数的纨绔，怎么会懂这些核心的商机密？钱公子，你那点翻3成的盈利，在我新张浩面前连个月的水都算不上。想看本伯爷的笑话，回去多读几年圣贤书吧。娘子，怎么样？为夫今晚这软饭硬不硬？硬。看来以后将军府的库房真得交给你来管。那是必须的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吗？姑爷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户部那帮杀千刀的，把咱们楚家军前线30万将士的军饷给扣了。扣军饷，扣了多少？整整30万两白银。户部尚书那个老狐狸说，如今国库空虚，加上前线战报有误差，需要重新核查。这一核查，少说也得拖上3个月。可前线的将士们正等着这批银子买东夫和草料呢。本将这就进宫面圣。大皇子一派欺人太甚，前方将士流血流汗，他们竟然在后方断我军粮。大不了这主帅本将不当了，看谁去挡北凉的铁骑。冷静，娘子，冲动是魔鬼。老皇帝现在躺在龙榻上和稀泥，你现在进宫，除了和户部尚书在大殿上扯皮，没有任何实质性作用。等他们核验完，前线的兄弟们都冻成冰雕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那可是30万两，不是小数目。户部咬定没钱，谁也没办法强国库。抢国库多没技术含量啊！本少爷是讲道理的文化人，既然他们不仁，就别怪本少爷不义。系统来任务了没有？别装死。检测至主线剧情任务，解决楚家军饷危机，并给户部尚属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。任务要求不花1分钱凑齐30万军饷，并当众揭露户部更易术、神医忘气妥了，娘子，借我50名玄甲卫。今天本少爷带你去见识见识什么叫资本的力量。大燕国的百姓们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户部尚书老钱大人，为了支持前线抗敌，今日特许本伯爷在此举办第1届大燕朝廷高端内部资产清仓拍卖会，走一走看一看，绝对童叟无亲啊！苏长青，你疯了！这里是户部重地，你竟敢带兵围堵，还自聚众喧哗，成何体统？钱大人，我这不是在帮您解决国库空虚的人燃眉之急吗？您白天不是说没钱发楚家军的军饷吗？正好，我这里有几样极品宝贝，只要卖出去，30万两军饷分分钟凑齐。就凭你能有什么宝贝值30万两？大延历3月，户部拨往江南的赈灾银3万两，10到1万两，余下2万两由钱大人亲随送往大皇子府邸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念错了，重来。大延历5月，钱尚书独子钱文举在京郊购置良田3000亩，资金来源皇商回扣。闭嘴！你给本官闭嘴！苏长青，你是构陷朝廷重臣，你这是死罪！构陷？钱大人，这些账本上的公章和您的私印可都清清楚楚的。你要是觉得我念的不够好，本伯爷连夜让人把这些做成戏文，在全京城的茶馆连说3个月，您看怎么样？钱大人，30万两军饷，今天中午之前如果进不了将军府的账，这些账本就会出现在御膳每个官员的案台上，到时候大皇子保不得住你，可就不好说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拍卖会继续。诸位，钱大人为了支持边防，自愿变卖私产。大皇子府邸赞助的白玉观音一尊起拍价10万两，钱尚书府邸赞助的百年老参3株起拍价5万两。大家踊跃出价啊！买到就是赚到。钱大人亲自签字画押，绝对合法。我出1万两，我出5万两，大两全包了，马上！支持，一切为了国家，为了国家。恭喜宿主不复回色指局提升，顺带坑一旺气术升级为天眼旺气术。钱大人，感谢您对楚家军的无私奉献，这30万两，本伯爷就带前线的将士们收下了。娘子，看到没？
银子这不就有了吗？走，为父带你去钱大人的皇商楼，咱们吃顿好的庆祝一下。微臣苏长卿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微臣要弹劾安乐伯苏长卿，昨日竟请木屋王们带兵围堵忽必勒所，强硬卷走30万两白银，此等行径与土匪合议，简直是丢尽了朝廷的脸面。对，皇上苏长卿狂妄至极，必须严惩。苏爱卿，张御史所言，你可有辩驳？陛下呀，微臣冤枉，臣比窦娥还冤啊！张御史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什么叫围堵户部？什么叫勒索？昨天明明是钱尚书看前线将士东衣匮乏，感动的痛哭流涕，自愿变卖私产来资助大军。那些银子是各家富商感念钱大人的高风亮节，主动议价购买的。臣不过是个帮忙敲锤的义务拍卖师，怎么就成了土匪了？你胡说八道！钱大人怎么可能变卖私产资助30万两？怎么不可能？钱大人，您说句公道，昨天那些账本那些宝贝是不是您自愿拿出来的？您对大言的忠心，难道是张大人口中的假的吗？微臣确实是自愿的，一切为了前线将士。就算军饷一事有隐情，但苏长卿扰乱刚劲如今，国库空虚是事实。苏长卿身为安乐伯，不思为国分忧，反而借机搅动朝堂风波，大言国库的赤子，又岂是靠这种下三滥手段能解决的？系统提示：检测到大皇子刻意刁难，触发朝堂主线任务，反手一记耳光。任务要求：拿出震撼朝野的治国策，彻底解决国库赤字，当场把御史送进大牢。任务奖励：太极玄满、天眼望气术进阶为天命神童。大殿下，听你这意思，只要能解决国库遇刺，为国分忧，那就是大功臣吧？自然，你若能解决国库空虚，本王当场向你赔罪。好，陛下，微臣这里有2策，可让大燕国库在3个月内充盈1000万两白银。1000万两，轻如不交税啊！第一策，大燕国债制，朝廷每年可得5厘利息，且购买达一定数量者，朝廷赐予荣誉牌坊或经商特权，此乃借天下之财，办天下之事。第二策，此乃微臣最新研发的新型刑盐提存术，比现有的轻盐成本低9成，卖相好10倍。只要朝廷开办官盐工坊，垄断此技术，不出3个月，天下盐利尽归国库。好一个安乐伯！你这2策简直是为我大燕逆天改命！传朕旨意，即刻开办大燕盐铁司，由安乐伯苏长卿全权筹办。陛下，微臣的事情办完了，接下来该办张御史的事了。苏长卿，你想干什么？陛下，臣顺便弹劾御史大夫张大人，他表面清流，实则暗地里收受江南盐商贿赂，共计8万两，私房钱就藏在他京郊小妾卧房的床板底下。昨夜大皇子府的密使还去过他家，送了一尊金佛。臣有天眼之能，张大人，你认还是不认？你血口喷人！皇上，臣没有！皇上饶命，大殿下救我！来人，摘去张御史朝官，打入大牢，由刑部即刻彻查。一、宿主金殿献策，反手打脸大皇子，彻底震惊朝野。任务完美完成，太极玄功踏入小圆满，天命神童激活。苏长卿，本王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大皇子啊，大皇子，这记耳光只是例行，接下来咱们慢慢玩。一、检测到大皇子暗中联系了京城地下黑市的血友死士，准备对宿主进行物理清除。触发主线任务：以身飞饵，黑市钓鱼。任务要求：在不暴露全部实力的情况下，反杀6品死士头目。任务奖励：9品神功一阳指，系统商城积分600点。姑爷，马车备好了。今日您不是说要去西城的黑市药铺微服私访，看看精盐工厂的原料吗？来了来了，娘子。大清早是要去劫富济贫，还是准备把为夫绑去卖了换军饷？本将收到风声，黑道里有人买你的命。你今天非要去西城黑市，不是存心去送死，就是肚子又憋什么坏病。哎呀，知我者娘子也。实不相瞒，为夫最近夜观星象，发现黑市那边风水不错，适合引蛇出洞。娘子要是放心不下，不如跟本少爷走一趟，全当是新婚小小两口逛街了。来了，一共8个人，其中一个气息沉稳，至少有5到6品的实力。现在回头，将军府的接应还在外面。回什么头？来都来了，总得给人家买单的机会。蠢货，自己走进了死路。安乐伯苏长卿，有人出1万两黄金买你的项上人头，识相的自己把脖子洗干净。1万两黄金，大皇子出手挺大方啊。不过我说这位大哥，
出来做刺客能不能有点职业操守？大白天戴个鬼面具，你当是过万圣节呢？还有你那刀上的毒，离这3丈远都能闻到一股烂咸鱼味，技术在黑市也敢开张？死到临头还敢耍嘴皮子，动手！娘子歇着，这种粗活，为夫自己来。这小子会妖法，结阵！点子扎手，一起上！力道挺足，可惜续航不行，动作太僵。你不是废物，你隐藏了修为。9品神功一阳指奖励已发放，商城积分加600。大皇子派你们来的时候，没告诉你们本伯爷是文武双全的绝世天才，真是一点都不做背调。苏长青，你到底还瞒了我多少事？哎呀，娘子，为夫这不是为了给你个惊喜吗？怎么样，为夫刚才的姿势帅不帅？今天这软饭，我是不是吃得理直气壮？走吧，把这些活口押回将军府。今晚本将要亲自审讯，顺便把你的真实实力给本姬交代清楚。没问题，回府回府，今晚为夫一定和娘子好好交流。夫爷，这去不得呀！那帮清流儒生平日里最看不起武将和商人，这次是会明摆着是冲着您来的。谁不知道您以前连3字经都能背略行？他们这是想让您在全天下读书人面前丢尽脸面，好逼陛下削了您的盐铁丝肥差。怕什么？本伯爷最近肚子里墨水多的都快吐了。娘子，今晚去凑个热闹。今晚太学大正亲自坐镇，不少名震大谣言的才子都会到场，大皇子李玄也会亲临。本将可以用军务不绝为由帮你推了。推了多没意思，人多的地方才好做生意。第一，检测到主线剧情任务，参加太学诗会，并用文华之气打脸全场。走，娘子，带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诗仙下凡。安乐伯到哟，这不是大炎第一软饭王吗？今晚这风雅之地，怎么把这位满身铜皱的财神爷给请来了？钱公子此言差矣，不是掌控观音的大红人，没准是来给我们太学赞助2斤遗言的。诸位别客气，你们继续编，本伯爷听着呢。不过有一说一，你们这诗做的比我府里厨子炒菜的烟火气还重，太催眠了。粗鄙之辈，你懂什么诗词？今晚诗会的主题乃是边疆风骨，楚将军身披战矛护我大言，我等读书人以此立意。苏长青，你今夜若做不出应景的诗，便是不尊军功，不配坐在这水镜湖畔。边疆风骨，拿笔墨来。秦时明月，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，暗使龙城飞将在。文气功名，这怎么可能？不教胡马度阴山。千古绝句，这是能流传万世的冰品神作啊！安乐伯，老朽活了70载，今日方知何为真正的文圣，请受老朽一拜。拜见小文圣。第一，宿主抄袭啊不，做出的千古名篇彻底震惊文坛，引发文气异象，任务完美完成。太极玄功彻底踏入大圆满，太极玄功彻底踏入大圆满，系统商城积分加700。钱公子，本脖子这诗能换你几斤盐啊？娘子，戏演完了，今晚为夫这软饭不仅硬，而且香得流油啊！系统，别装死，出来结算终极奖励。第一，主线任务文武双杀已全面完成，现发放主线终极奖励。你当真要在这里闭关？黑市和太学接连失利，大皇子和户部尚书已经疯了。本将收到密报，他们正在暗中联络江湖上最顶尖的杀手组织。你此时闭关，若是气息不稳，极易走火入魔。娘子放心，为夫属王八的，命硬得很。不过这次闭关事关重大，为夫要脱胎换骨，变成真正的旷世奇才了。
为了防止外人打扰，今晚就劳烦娘将子亲自再给为夫护法了。大恩大德，为夫以后只能以身相许了。哼，油嘴滑舌，等你活过今晚再说吧。我操！狗系统，你坑我！这哪是洗髓，这分明是把我放在微波炉里高火加热。20年精纯内力灌顶，开始。太极玄功，给我转！这股气息，竟然在冲击宗师壁垒。1. 恭喜宿主成功融合20年内力，完成先天洗髓，体质进化为混沌圣体，实力突破至半步宗师境界。这也太臭了吧！这酸爽简直是把鲱鱼爆腹放在马桶里煮了3天3夜。娘子，快叫人备热水，为夫要原地爆炸了！苏长青，你还是先给本将滚去洗干净再说话。半步宗师，再世闻声。本王不信，他苏长青3个月前还是个连马都不会骑的废物，怎么可能一转眼就成了能引动天道文气的怪物？查，给本王查清楚，他到底吃的是什么妖丹？殿下，不管他吃了什么，这苏青桑如今在朝堂上步步紧逼，盐铁司的官盐提存法已经让国库充盈了数百万两，陛下对他赞赏有加，再这么下去，咱们的底库都要被他扒干净了。既然文的武的都弄不死他，那就动用最后一手，去传本王密令，启动黄泉殿的幽冥天罗网。今晚，本王要让安乐伯府变成一片废墟。一桶，碰！哈哈，福伯，给钱给钱！少爷，您这麻将真乃神物，老奴活了50年，第一次见到如此让人废寝忘食的玩意儿。那是，这叫国粹，能预防老年痴呆。众放题：皇城地煞死现世，已包围小院，触发主线剧情任务，反派36个名死士全部反杀在演武场，并故意留下活口。任务奖励：9品金钟装罩铁布衫，系统商城积分800点。福伯，今晚夜色不错，适合收租。你们先回屋锁好门窗，没有本少爷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出来。大皇子啊，大皇子，你这效率也太慢了。诸位黄泉殿的大哥，大半夜不睡觉，爬别人家墙头，大燕国的治安管理条例，你们是一点都不遵守啊！情报有误，这小子早就发现了，结阵。力道挺大，可惜速度太慢了。哈哈哈哈！太极大罗壁垒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一招就破了幽冥天罗网！接下来轮到本伯爷回合了，一阳指漫天飞雨。1. 宿主完美无声反杀36名死士，任务完成。9品神功金装铁布战奖励已发放，商城积分加800。大皇子给你们开了多少年终奖啊？值得你们这么玩命？回去告诉李玄，本伯的脖子挺硬，但他派来的刀太软了。苏长青，你又在玩什么把戏？娘子，你看，大皇子又给我送夜宵来了。明天早朝，咱们高低得让大皇子在金殿上给咱们当众表演一个大言国粹。好，明早本将陪你一起去掀了这京城的旧天。殿下。那苏长青根本不是人，他是怪物，36人啊，连2分钟都没撑过去，就被他用1根手指头全部戳趴下了。他还让属下给您带个话。带什么话？他说您的刀太软，回去都补钙。今早演武场大门常打开，欢迎殿下带兵去收尸。混账，奇耻大辱！传本王密令，调动本王麾下的3000私兵，联合城防军，就说将军府勾结江湖叛逆，随本王去围剿贼寇。苏长青、楚玄机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本王接到密报，江湖第一杀手组织黄泉殿作乱京城。如今看来，
竟然是你们将军府暗中窝藏了些朝廷钦犯！来人，将这2人拿下，打入天牢！大殿下，一晚不见，您这睁眼说瞎话的功力真是见长啊！您说这些是我们窝藏的钦犯，那要不要本伯姬把他们衣服扒了，让全京城的百姓看看他们内衣上刺着的大皇子府专属暗纹啊？胡言乱语！本王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1. 检测赵大皇子带兵围攻演武场，触发主线剧情任务谁是猎物。任务要求在不动铁国军大部队的情况下，利用新获得的金钟罩布山防御，当众废掉大皇子带来的最强底牌，彻底扭转战局。大殿下，别整那些虚的了。我知道你今天带了高手来，既然想坐实我们的罪名，不如让你身后的那位大人物出来走2步，一直藏在铁甲里，不嫌闷得慌吗？天魔手绝术鹰，楚女娃倒是有些眼光。苏长青，老夫不管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，今日在老夫面前，你不过是个稍微大一点的蝼蚁罢了，受死吧！苏长青，闪开！娘子莫慌，为夫最近皮痒，正缺一个精细的按摩师。找死！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老夫的全力一击，就算是5品宗师也得暂避锋芒。你这是什么妖功？就这，力道太小了，还没我家丫鬟裴贝有劲儿。现在，该轮到本少爷给你推拿了。一阳指，乾坤一掷。第1，宿主用肉身硬抗5品巅峰，反手废掉敌方底牌，超级震惊效果拉满，任务完美完成，半步宗师境界彻底稳固，天命神童发生蜕变，商城积分加900。大殿下，您刚才说谁是猎物，谁又是侵犯来着？风太大，本伯爷刚才没听清，您要不要下马，再跟本伯爷好好唠唠？这几日，京城的天空阴沉的仿佛能拧出水来。龙榻上的老皇帝突然毫无征兆地陷入了重度昏迷，太医院乱成了一锅粥。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大皇子李玄秘密调动了兵部偏向他的势力，借口直接用一纸假传的密令将楚玄机扣在了郊外的北大营，切断了他与城内的联系。诸位爱卿，父皇病重垂危，前曾给本王留下了一道密诏。父皇深感安乐伯苏长青巧言逼退色，祸乱朝纲，特命本王代国政，即刻将苏长青打入大牢，抄没家产。谁若有异议，便是抗旨不遵。大殿下，您这戏演的，连村头说书的瞎子都要直摇头啊！苏长青，你怎么可能进得来？系统提示：检测到大皇子试图用伪造遗诏夺权，触发主线剧情任务逼宫，本少爷才是黄雀。任务要求不费一兵一卒，当众揭穿伪造遗诏，并用现代医术强行唤醒老皇帝。任务奖励：太极玄功终极蜕变，天命神童进化为天命真眼。大殿下，你问我怎么进来的？你那帮守门的侍卫最近可能有点缺钙，本伯爷刚才用天命神童看了一下，发现他们全都在偷看本伯爷新发行的大研内部参考账簿，一不小心就把我放进来了。胡言乱语！本王手里有父皇的御笔亲传密诏，你手持天子剑便是造反。密诏，来，让本伯爷瞅瞅。苏长青，你放肆！诸位同僚，你们快来看看，大殿下这密诏上的传国玉玺印章，左下居然缺了一个微不可的边。如果本节轩没猜错，这根本不是玉玺，而是大殿下用胡萝卜连夜雕出来的吧？这萝卜味现在都还没散呢。天哪，果真有假！这墨迹里竟然还掺了菜汁儿，那又如何？父皇如今昏迷不醒，这天下本就是本王的。来人，御前侍卫听令，将这逆贼！大殿下，谁跟你说陛下醒不过来的？苏长青，你想对父皇做什么？给陛下做个物理降温加经络推拿。这样如你气绝消融，
会生生聚拢成一团，伤到疯狂往上逼退。这是怎么了？父皇，宿主当众揭穿伪造遗诏，征物完美完成。太极玄功彻底发生终极蜕变，天命神瞳进化为天命真眼。本伯爷早就说过了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而本伯爷就是那个带了弹弓的黄雀。新郎官到！长青啊，今天可是大日子，你悠着点，别再整出什么幺蛾子了。爹，瞧您说的，今天我可是主角，绝对规规矩矩的。苏公子，虽然你金殿献策有功，但想娶我们大帅，得先过哥几个这关。按照军中规矩，新郎官得接有3拳，或者做出一出让哥几个服气的军旅诗。我也来一首，加油！打打杀杀多伤和气，做事又太费脑子。来，这是本少爷连夜让盐铁司印制的大盐内部高级商号股份分红券，见者有份。另外，前线30万兄弟每人额外追加2套防寒军大衣，本公子私人买单。哎呀，姑爷，您看您来就来吧，还带这么多土特产，开大门迎姑爷！谁敢拦着姑爷，老子抽死他！能用银子解决的问题，那都不叫问题。第一，检测到宿主完成金钱开路成就，触发终极大婚任务，天下为聘，软饭硬吃，让企图笑话的外国势力集体臣服。太极玄功终极蜕变，系统商城永久开启自由兑换，获得逍遥游身法。娘子，为父来接你了。苏长青，老实点，外面除了百官，还坐着北凉和西域的使臣。大皇子虽败，但外邦异动，今日他们来者不善，据传带了极难应付的贺礼，你别漏了错。放心吧，娘子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给本少爷随份子钱。安乐公，楚将军，今日大婚，本王代表北凉给2位送上一份特别的贺礼。若拉不开，大言的战神嫁给了一个连弓都拿不动的废物，这软饭怕是吃的不稳当吧？拉弓啊，这个简单。拓跋皇子，你们北凉就拿这玩意儿当神物，这不就是个大号的弹弓吗？拿来打我家玻璃我都嫌沉。大言不惭，有本事你拉开看看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力道稍微大了一点。拓跋皇子，你这质量不行啊！既然北凉的礼送完了，接下来本伯也让你看看什么叫天下为聘。自今日起，大研成立5国商贸总司，由本宫全权负责。北凉的战马草场、西域的香料丝绸、东海的海盐航道，未来3年内的商税与配额，尽由我大研统筹。不服者，我娘子的30万楚卫军随时去你们国都包邮查账。第一，宿主大婚之日震慑5国，天下为聘彻底达成，主线任务全满完成，系统永久商城自由兑换功能开启，奖励身法逍遥游。娘子，戏演完了，客人们也都老实了，接下来咱们该回房研究研究，这软饭的下一阶段到底该怎么个硬吃法了。